他与你不同，他为人真诚，做事光明磊落。成王败寇罢了。若今日成事的是我，故事将会为我而写。牛五娘年少不幸，忍辱负重，计谋无双，果断决绝，终成大业。书是与我阿娘签和丹针，丹针热闹，从来都与他无关。我阿娘心死了，便不愿再清醒过来。可我不懂，我心死了，你们便一同与我陪葬吧。要干什么？夫君，我们便是在此签下婚契的。你口口声声说要对我好，可是你的心里只有季莺莺。是她不肯嫁给你，你为何要来折磨我、囚禁我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的心里只有你啊！你我二人已走到这般田地，你还演这出戏，有什么意义呢？哎！树有在，人何往？
年过五旬者，未及弱冠者，家中独子且双亲年迈者，晋娘子要本王放的人都在这儿。被抓的益州工匠成百上千，便是不用细数，这些怕是也不够吧？那些人想必现如今已经到了南诏营池了，就算本王想放，也放不了。盛公子，本王答应晋娘子的，一定会信守承诺。晋娘子若是想反悔，本王就不保证这些人可以平安地回到益州了。益州井，薪火相传。只要你们在，这井就还在。多谢晋娘子，多谢晋娘子。诸位请起。
之重，你身为赵家家主、益州景王，你居然用如此重要的东西与他交换。于我而言，有更重要的人要保护。杨居里，于家法于律法，你都罪不可恕。啊！先家法处置，再送官府。哎，三郎媳妇，你说我不错不？我都已经这么了，你还打我呀？啊！哎，别打！别打！是人们也是杨家主子啊！谁呢？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？王俊，与白胜相关的一切，除了被警官府带走的那些，其他的，全都销声匿迹了。要不，向牛将军打探一番？他没有告诉我，说明他不想让我插手。通知所有人，让他们一定看好职工和画本，进械时一定多加小心。是。还有事？五娘子已经5日没吃饭了，她还是想见你。小的怕她万一出什么差池，你对牛家不好交代。玉远，我会让他们都付出代价的。二爷的事，我已经知晓了，也按照杨家家规做了决断。
将其逐出杨家族谱，送交官府处置。除了勾结外人毒害于我，他还交代了是如何拉拢宗亲，中饱私囊。但是莹莹劝我说，这不是宗亲们的错，是杨二爷利用家规蛊惑大家。茵茵，你把你跟我说过的话跟大家再说一遍吧。是。立规矩，是为了让人行有法，坐有度。杨家100年之前立下的家规，确实让杨家兴旺。可是100年过去，有些规矩已经不适用了，它反而会成为阻碍杨家发展的陈疴旧疾。茵茵认为，今日与其跟大家追责论罪，不如釜底抽薪，改革新规。大家觉得呢？是问责，还是革新？革新，自然是革新好。革新。好，那就革新。我大病初愈，改革一事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故请茵茵担任杨家主事，协助大郎改革杨家陈规，以整杨家家风。大家可有意见？我等但凭夫人做主。茵茵，今日起，杨家唯你任主事，整顿家风，改革行商制度，一顺杨家生意者，你要谨慎行事，以杨家兴衰为己任，莫要负了杨家众人之期望。茵茵谨遵夫人教诲。这是杨家生意内信，你说好？是。见状，系主事。
他与你不同，他为人真诚，做事光明磊落。成王败寇罢了。若今日成事的是我，故事将会为我而写。牛五娘年少不幸，忍辱负重，计谋无双，果断决绝，终成大业。说是与我阿娘谦和单纯，但真热闹，从来都与她无关。我阿娘心死了，便不愿再清醒过来。可我不懂，我心死了，你们便一同与我陪葬吧。你要干什么？夫君，我们便是在此签下婚契的。你口口声声说要对我好，可是你的心里只有季莺莺。是她不肯嫁给你，你为何要来折磨我、囚禁我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的心里只有你啊！你我二人已走到这般田地，你还演这出戏，有什么意义呢？哎！怎么会有这么个女儿？用自己的命去布局，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。既然赵修元是冤枉的，那他更是废物。这么容易就被女人算计了，能成什么大事？那可要再等等吧，先把手头这点事儿处理完。等他们赵家人凑齐了，一起送。五娘路上也不会孤单。也别说父女一场，我不疼她。赵修元谋杀牛五娘，已被牛家卫囚禁。赵家如今仅靠赵老太爷勉强维持局面。但用自己的命拖人下水，也是他牛五娘子能做出来的事。你的意思是，赵修元是被冤枉的？他在这个时候杀牛五娘，对他没有任何好处。他为何要这样做？而且还坐在大庭广众之下。我只是想不明白，这牛五娘子是为了什么，会如此决绝？想不明白就别想了。你与他不是一样的人，自然也想不明白他的心思。
三郎的事，我已经去信，让我娘家帮忙斡旋。阿爷和二弟来信说，除了斡旋订单，也会在长安尽可能找人为三郎求情的。如今朝中只说此事是疑案，要抓三郎问询，并非是定了罪。多谢夫人，多谢大郎君。现在都是我们自己人，你还要叫我夫人吗？难道你真的肯与三郎就此和离？阿佳，现在职工流失的数量越来越多，若再这么下去，对我们益州景业都会有极大的影响。我想亲自去趟绵州，知己知彼，方能对症下药。不行，现在这种境况，你不能出门，你就好好待在益州城。绵州，大郎去吧。是，我定会查清楚。那有劳阿兄了。哎，大郎，其他人也就罢了，但是陈李两位大师傅，就按他们的要求先请回来吧。咱们从吐蕃接了很多订单，眼下正是用人的时候。是。季术士，门外有人教我把这个交给你。季娘子自己想要的东西，还是自己拿吧。季娘子要的东西，还是自己去拿的好。啊，走。哎。是何人来的信？是陈三郎说时节到了，如果要染水红丝，该去采染料了。哎呀，走慢点！别！哎，你怎么出？这不是英英的衣服吗？哎，怎么那个时候突然喊我们上山采染料啊？是啊，因为英英要见一个人，一个可能有危险的人。英英怕有人抓到那个人，更怕有人抓到自己威胁那个人，所以她请我们来，帮她一个忙，让我们来调虎离山。调虎离山？调哪个？离哪个？哦，你嘘！好，没想到居然有一天是你来捂我的嘴哦。英英之所以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是因为信任我们。不止如此，我觉得若有人问，就说国舅爷在此长安；若打扰了国舅爷的雅兴，国舅爷肯定不客气。你确定这样说，你阿爷不会打人？他以前会打我，现在不会了。他相信我，他相信我做的一切。他相信我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上这个身份。那咱就走，采染料去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商量一个对策。一会儿啊，我一半的人。此山是我开，哎，此树是我栽。哎，若想过此路，那爷就打断他的腿。你这一点也不押韵呢，没有气势哎。不押韵吗？打断腿给他打歪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别拿了，别拿了，快，腿给他打歪。另一半的人悄悄地前行，越是这样，越能引起他们的怀疑。
人和我。杨静兰人呢？您所料不错，杨静兰故意出现在益州城，就是为了引开咱们在益州城的人手。她走之后，她的那个江湖朋友就出现在警官府附近，想来才是真正拿了东西走的。我问的是他人呢？咱们的人还在追。那他那朋友呢？也在追拿，但他们的逃亡路线已在咱们的掌控之中，他们逃不掉的。我牛瑾杀伐半生，怎么就养了你们这么群废物？3日之内，我要么见到东西，要么见到人头。牛瑾欺瞒节帅，秘密与南诏勾结，走私贡钱，先后同南诏清平关、南诏白王盛丰泽暗通款曲，桩桩罪证。
皆在此中。请节帅明察。鸳鸯，鸳鸯，阿兄，怎么样？绵州警方可有问题？绵州警方已经人去楼空了。阿兄不着急，慢慢说。怎么回事？我到了绵州以后才得知，进西时为了赶工，所有工匠都是住在锦房的。先前左邻右舍还能听见些动静，可是渐渐的就很少看到有人进出。忽然有一天，就全都不知所踪了。偌大的锦房空空荡荡，既无之器，也无之供。我根据那锦房的大小估量了一下，其所能容纳匠人总数是远远低于现在益州城所流失匠人总数的。那这么说来，这个绵州锦房就是个烟雾弹，那些工匠极大可能是被掳走的，甚至在益州的时候就被悄悄带走了。制造职工投奔锦房的假象，这样就可以避开官府追查。你还记得牛五娘在山中那个黑锦房吗？你说，会不会是牛家？不会，牛景不会重蹈覆辙。但我想到另一个人，一掷千金打开名声，买余家拉拢我，拉拢赵家和杨二爷，偷取花本，野心之大。除了他，我想不到第二个。南诏白王盛风泽。盛风泽，那怎么办？我把宗亲们叫来，我们开会商议一下。不，这不仅仅是杨家的事，这事关整个蜀锦业。我得先去见一个人。
我今日过来是因为赵家是织锦大户，赵家的工匠也是我益州锦业的一份子，事关整个锦业生死，唇亡齿寒，一损俱损。你曾是飞花会会长，现是杨家主事，余家同盟。如果赵家再助你一臂之力的话，锦业3大家族都会跟你并肩作战。即便没有我这个锦王，这日后的益州锦业也会为你所掌控。你打算何时召集他们？越快越好，最好明日。好，我赵家一定到。我替益州进货，多谢赵家主。既然不能陪着你前行，那就送你上青云吧。这样至少我一抬头就能看见你。把祖父叫来，有要事商议。牛将军说过，关于锦业，还是由我做主。有多少工匠抵达南诏了？已经抵达南诏的有408人，还在路上的有125人，有宁死不屈者13人，避免他们自戕尚未启程。按照王爷的标准，1等工匠有75人，其余的都为2等工匠。其实也够了。杨静兰和6部的人正在四处打探你的消息，不如早日返程吧。今日刘瑾又拒绝了跟你合作。他会同意的，不着急。先借他这个宝地养养伤吧。如今白王爷来了，这该如何是好？来都来了，大家会会吧。哼。赵家或许不会来了，要不我们先开始。诸位掌柜，张刺史正在追查已经丢失的工匠，可如今城中还是有工匠不断失踪。官府人手不够，他顾及不过来，所以此事还需我们各家互助，共度难关。你既然当这个头，把我们呼唤过来，想来你心里有主意了是吧？我是建议近些时日，将职工都聚集在一起，聚集在各家的锦房之中，不得外出。张刺史也答应会为各家分派兵丁把守。将职工聚集在一起，还有官府的保护，那歹人便不敢轻举妄动了。这倒是个好主意啊！但是买卖怎么办呢？收丝、购料、买卖、货运，这毕竟要有人出去才行啊。于掌柜说的是，除此之外，严禁职工外出，那岂不是说我们还要负责他们的吃喝拉撒？这需要钱呐。关于采买，我是想由各家挑选人手，组成一支统一的队伍，在官府的保护下进行采买和售卖。至于为此事花费的钱，
我的确没有办法解决。但我们织锦可以为了丝线花钱，为了纹样花钱，为何不能为了人花一些钱呢？有了工匠，才能有真正的蜀锦啊！如今我们危难关头，唯有携手并进，齐心协力，方能渡过此关。我杨家将以身作则。我余家愿听季娘子安排。赵家愿听季娘子安排。哦。赵老太爷，其他恩怨暂且不算，在这件事上，我赵家愿和诸位是一条心。我等愿听季娘子安排。多谢诸位掌柜。刘老薛将军，抱歉，是我来晚了。不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诸葛，你要不跟我们走吧？锦官府不能没有人，说好了的，活的你管，死的我管。行吧，那你跟我平平安安的啊。你还要留着命去长安考状元，到时候我和高兄还指望着你这个诸葛状元来关照我们呢。你要是真获了罪，我的人生就有了污点，这个状元就当不成了。懂了，我一定会清清白白的回来，要平平安安的回来。知道了，还是这么啰嗦。薛将军，走吧，走，出发，走了。这，前路难定。这个故事或许可以这么编：杨静兰刺杀白王，南诏震怒，劫掠益州城，讨要一个说法；而牛将军呢，驰援益州，打败了南诏的进攻，保护了百姓，还劝说南诏跟大唐之间交好。你说这么大一个功勋啊，还有谁会质疑将军啊？就算是节度使，他也不会。至于将军之前犯下的那些小过错嘛，也就不值一提了。白王的意思是让我的兵扮成南诏兵，然后自己打自己。本王只不过是一个闲散王爷，没有什么兵马，所以还是希望牛将军可以自给自足，自力更生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当然是牛将军这个盟友了。当然了，毕竟是攻城嘛，战利品还是要有的。正好，本王有些东西落在益州了，还希望牛将军可以替本王送回来。白王想要的，可都是我益州锦业的翘楚啊！所以我说嘛，还是将军了解本王。益州城人杰地灵，只要浣花溪在，将军在，这翘楚嘛总是会有的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但是机会对于将军来说，可只有一次啊。本王还是要叮嘱一句，闹可以，但是不要闹得太厉害，到时候覆水难收，让大唐和南诏之间结下血海深仇，那可就不好。白王放心，我自己的城定然舍不得送回。好。哎呀，心里有个牵挂的人真好啊，千里万里，回头就是家。
你羡慕了？去参加。这节税繁忙，暂无时间见你，你就在此处安心待着。杨某如今是逃犯，节帅自然要避嫌。别着急，定有为你洗刷冤屈的那天。我并不着急洗刷自己的冤屈，只是如今白王已到益州，与牛瑾私会，牛瑾拥兵自重，倘若二人联手，定会酿成大祸。还请节帅尽早决断。正因为牛瑾拥兵自重，节帅才更不能轻举妄动。就在这儿安心待着吧。徐将军，不行，我还得回趟益州。你这刚被抓过来，就又要跑啊？节帅按兵不动，自有他的道理，我也得做好我的准备。高兄，有劳你在此替我做个人质，帮我转告节帅，倘若益州无恙，我杨金兰定早日回来领罚。你可早点回来啊！老子可不乐意在这待着。放心吧，等我回来，给你带酒。若是有机会，你就跑，不要管其他人。记住，哪怕卑躬屈膝，你也要活着，活着最重要啊！祖父，是孙儿不想，孙儿实在是不知道。这世上还有什么好留恋的？爷爷想让你活着。你是我们赵家最聪明、最有天赋的儿郎。只有你活着，赵家才有希望。记住，你放开他！活着最重要。有什么你冲我来！白胜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出来！赵二郎君，别来无恙啊！南诏白王，怪不得你能一掷千金。可你无非就是想要个知情的，抓我一人便是了。抓我赵家上上下下，是为何呀？很多人觉得你赵二郎君眼里只有一人，但是在本王看来，其实你还是心系赵家上下所有人的。但是有一点，你冤枉本王了。你们赵家所有人当中，本王想要的就只有你一个人，谁让你那么有才华呢？至于其他人吧，牛副都督应该是另有用处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你说本王想干什么？明知故问。等到了南诏，你还是可以看到季莹莹。本王对你的承诺，也算是善始善终了。他不会跟你走的。这头狼在被驯服之前，
都是倔强。至于本王是否可以驯服他，就看本王的本事了。他不是狼，你才是，你是狼！金娘子，幸不辱命，杨警官平安无虞了。有劳了。啊，无妨。不知益州近况如何呀？我也与各大警户商定，各自在家庇护工匠，严禁出门。可是我刚刚进城的时候，听说赵老太爷和赵家工匠从家中消失了。消失了？是。此事上，赵老太爷绝不会食言，除非他已经不能自己做主了。我马上派人查看。不，能令一个家族举家而出的力量，不是你我个人能与之对抗的。诸葛先生，请你马上将此事禀告张刺史，请他出兵探查，如有必要，也赶紧把此事告知节度使。好，放心吧，此事交由我来办。城中如今已经不安全了。今晚让将士们吃好喝好。是。成王败寇，在此一决。季莹莹，你的月亮还是希望在你抬头就能看到的地方陪着你。一夜之间，赵家一个都不剩，这得需要多少人手？朱冠宏，马上把此事写上奏报，我要面呈节帅。是，都走快一点。是杨虎当刺史。是杨家人，给我追！王爷看中是你们的荣幸，这上面有名字的，现在给你们2条路，要么跟我们走。要么我先杀光王爷没看中的，再把你们带走。不叫到名字的，站到我后面来。应西染坊陈三郎，柳月染坊蒋六郎。落霞染坊朱小娘，彩鸾染坊盛大郎，彩鸾染坊盛大郎。盛大郎他，别跟我说他不在。季英英既然把你们聚集在一起保护，那一定是一个都不会少的。
性格怯懦，常背药匣，喜欢提及阿娘教诲。带走。接下来，邀月染坊柳二郎。你到底想做华什么？彩染坊冯大郎、冯三郎。不知道，你问我为什么喜欢你，会喜欢你多久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不能离开你，无论你在哪儿，都想跟你在一块儿。最后一个，季家警房，季耀庭。阿娘，他们只是让我们去肢解，并不会要我们的性命。只有大家先活下去，才能早日团聚。放心，阿娘，没事。季大郎君，请留步。王爷怕季夫人身体孱弱，一时间承受不住，徒惹季娘子怨恨，所以让你暂且留下来照顾，回头跟季娘子一起去见王爷就行。哦，对了，王爷让你给季娘子带句话。孙少夫人，早餐已经备好了，您吃点东西吧。莹莹，阿娘，莹莹，阿兄，对不住，我去晚了。三郎他们被带走后，我遣人偷偷的跟着，希望能找到他们的落脚点，但是还是跟丢了。盛风泽让阿兄带给我的话是什么？他说季莹莹一人可抵数百工匠，问你愿不愿意做这笔生意？莹莹，莹莹，你听阿娘说，虎狼之辈本就言而无信，即便你真的去了，他们也不会放人的。他的确不可信，但是阿娘，我只有去了，我才能掌握更多的信息，我才能与他周旋，我才可以。我知道，我全都知道。我的女儿有本事，有情有义，可是我不希望你为了别人去冒险，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。阿娘，他们不是别人，是我患难与共的朋友。盛风泽是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疯子，他今日将阿兄单独留下，是诚意，也是威胁。若我不去，他一定会有更毒辣的计谋。就是门口来了辆马车，是谁？车上没有人，我在车上只找到了这个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这是平儿。那马车是盛风泽派来接我的。
阿娘，我必须得去了。我同你一起去。如你所说，他是一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疯子，而且他原本要的就是我们两个，我又何必留下来横生枝节？况且，我知道你不会就此罢休的。若是计划顺利，能逃，我便跟你一起逃了；若是不幸被抓做苦力，阿兄也能照应你。其阿娘，准允。请阿娘准允。阿娘珍重。走吧。金娘子，可有什么我能做的？我会让护卫暗中跟踪，随时给你传信，希望你能循着我们的踪迹找到那些职工。好。还有，赵家人消失的这件事情，总让我觉得心里不安。如今刺史遇害，我希望诸葛先生能够协助桑长史尽快查到真相，还益州安宁。好，放心吧，我定会尽我所能护卫益州。金娘子，你们也多珍重。告辞。保重。莹莹，这连马夫都没有，咱们去哪儿啊？阿兄，我们不能任他摆布。王爷，咱们的马车回来了，可车里没有人，只有一张纸条。我抓人质，他挑地方，一人一个筹码，还真是公平啊。基因向来诡计多端。他肯定是设下了埋伏，想诱你进城。这是鸿门宴，你不能去。站！你说他真的会来吗？他这般自信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，怎会不来？看来。还是季娘子了解本王呀，好久不见。只可惜，本王的院里只有2把椅子，陪不了闲客。季郎君，
请吧。阿兄，你去门外等我吧。那你小心。金娘子，请吧。白王殿下觉得我能换多少人？金娘子，你觉得呢？一半。你所抓匠人的一半。这个价还的实在是太狠了吧！我用我自己来数本就是属于益州城的人，谁赚谁赔，你心知肚明。本王为了抓这些人花的钱，平摊到每个人头上也算是1人100金了。本来倒是可以多抓一些人，这成本还能更低一些。谁让季娘子如此精明的，除了赵家，其他人被你藏的是无影无踪。不，我还是慢了。从你偷取花本时，从绵州警房出现时，我就应该有所察觉。我到底能交换多少工匠？本王倒是觉得，与其说交换，还不如说是交易。季娘子既然可以带着商队跋涉千里到吐蕃卖井，那自然也可以带着工匠们到南诏织井。或许，这也是一种商路的开拓吧。这不是商路开拓，这是绑了我们做牛马。还企图让我们承认是自愿留下的。你看，你自己都知道，你为鱼肉，我为刀俎，那你又有什么筹码来给本王谈条件呢？若是真没有，白郎君怎会愿意在此与我商议？大可直接把我绑了带走。我换个条件吧，你先把3种人放回去。说来听听。年过50旬者，未及弱冠者，双亲年迈者。双亲年迈者，那可不在少数啊。那双亲年迈又是家中独子者，你放他们回去。好，本王答应你。那得先等白王付了定金，我才放心让他们走啊。季娘子啊，季娘子，你还是没有诚意跟本王合作。你干什么？这个益州城啊，要乱。盛公子！哦，光凭你们南诏人做不到这个地步，你哪来的这么多兵马？季娘子如此聪慧，你应该猜得到本王会跟谁合作。刘瑾。王爷，刘瑾没来益州，他伏击了前来驰援的节度使，现在以咱们南诏的名义在烧杀抢掠。如今外面真的是乱了，怕是白王自身也危险。白王这笔买卖，怕是出问题了。不仅杀害益州百姓，还背负了杀害益州节帅的罪名。他若是想让我彻底背负上罪名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死无对证。南诏贼众公子，开门！给我使劲撞！
该比我更清楚，牛景的兵马一旦冲进来，这的人都得死。南诏贼子，快给我追！杀了他们！快往里进，到你们就安全了，快！好了，不哭了，你阿姨阿娘会来找你的啊！要坚强。来人，带人进去。小朋友，快快！杨金兰，杨金兰！阿九，阿九，怎么样？英英呢？已经被白胜奴走了，牛景的人还在追杀他们，但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。是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刚刚。阿秋，请你放心，我定会将英英平安带回，你多保重。走了，驾！千万小心呐！南诏贼子，竟敢谋害节帅！今日我牛瑾在此，誓以此剑护益州城安危，与我益州百姓共存亡。杀！将军，这城里可全都是咱们自己的人，全都要杀吗？自己？这劫掠益州百姓的不都是南诏兵吗？凡劫掠我益州百姓者，杀无赦！南诏贼子，一个不留！杀！杀！年过五旬者，位极弱冠者，家中独子且双亲年迈者，晋娘子要本王放的人都在这儿。被抓的益州工匠成百上千，便是不用细数，这些怕是也不够吧？那些人想必现如今已经到了南诏营池了，就算本王想放，也放不了了。盛风子。本王答应晋娘子的，一定会信守承诺。晋娘子若是想反悔，本王就不保证这些人可以平安地回到益州了。益州井，薪火相传。只要你们在，这井就还在。多谢晋娘子，多谢晋娘子。诸位请起。娘娘。
四野心随时可能会卷土重来。维护益州百姓的安危，为替节帅报仇，牛瑾舔颜自荐，暂代节帅之职。众将可有不服？节帅当由朝廷任命。牛将军此举怕是于理不合吧？牛瑾，你竟敢无故屠杀将帅！今日我等代表节帅行军法！牛瑾暂代节帅之职，众将可有不服？节帅，有人看见杨静兰在战乱时曾进过城，他会不会对咱们的计划有碍啊？无碍。穆辉已经死了，我接手了剑南道的兵马，带兵进了益州城。朝廷现在就是不认我这个节帅也得认了，杨静兰做什么也没用了。倒是那个盛丰泽，你叫人传个话去南诏。是。节帅得知南诏兵日成，赶忙率兵支援，不料中了牛瑾贼人的埋伏，加之李副将叛变，与牛瑾里应外合，节帅部全军覆没。节帅拼死护我杀出重围，途中又夺得高大侠相护，我才得以死里逃生。还有一事，或许你们不知，侵扰益州的，并非是南诏兵马，而是牛瑾贼汉主贼。无法无天！无法无天！这2个伪南诏兵是我趁乱留下来的，薛将军可以一并带到京城，作为陈情证据。好，我此去长安，便是身死魂销，也定要天下人皆知牛瑾的罪行，请圣上诛杀恶贼。杨警官，现在剑南道便是牛瑾的兵马，不如你与我一同前去长安，在朝廷下令惩戒牛瑾后，我再率兵与你前去南诏救出你的夫人。薛将军所言确实上策，但朝廷若要处置牛瑾，仍需要时日。如今我夫人身陷囹圄，我不能等，也等不了。南诏我收，我随你去。此次潜入南诏，人越少越好。是去的越少，死的越少吧？盛丰泽那个狗东西阴险狡诈，你这去南诏跟去地狱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就是，你会护送薛将军和诸葛平安抵达长安，我们相互配合，救我逃出南诏。你这张嘴巴，我每次都说不过你。我留下。你留哪儿？留在益州城。诸葛啊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第一，此去长安并不太平，我又不会无故，也不想拖累二位。第二，那些没有被南诏掠走的书记人家还会回到益州城，益州不能没有书记，更不能没有警官。第三，待你们各自归来，肃清益州之事，需要有人留在城里与你们里应外合。我留下来，便是最好的选择。杨静兰，我现在可不是你的属下，你可管不了我。是，也不是我的属下，但作为朋友，我想和你说，你多小心，量力而行。
行，那咱们各自珍重，早日益州相会。金娘子今日怎么不问了呢？其实不是本王不想告诉你，只是现如今我们离益州已经千里之遥了，就算是告诉你了，也是望尘莫及，何必徒增烦扰呢？朱小娘他们在哪里？他们走得比较快，应该已经到了吧？或许已经安顿下来了。